法国在援助乌克兰战斗机一事上强出头，给乌克兰招来了大麻烦。俄罗斯或在2到3周内有大动作。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恒 Talk。今天我们来谈谈美西方刚刚决定向乌克兰军援助主战坦克之后，面临的又一道难题是要不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只是对于这道难题拜登率先给出了答案，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提供。看到拜登都表态了，英德两国也随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舒尔兹呢直言乌克兰的武器要求太过度了，英国也委婉地拒绝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轮到法国身上又出现了反转。先是马克龙声称不排除会提供，紧接着呢，法国防长又公然对外宣称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是没有任何禁忌的。法国外长做出这番表态时正在与乌克兰防长在巴黎进行会面，真可谓是当面给乌克兰画了一个大饼。分析认为法国防长这一句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没有任何禁忌，可能是低估了这一问题的难度以及所能产生的危险后果。不夸张地说一旦法国真的向乌克兰提供了战斗机，并被乌军投入到俄乌战场上使用，那么法国很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家门口埋下了3战爆发的一颗种子。原因很简单，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是不能与其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而相提并论的。虽然此举都是对乌克兰军援的一种突破，但两者对战场态势的影响却有着很多的不同。简单来说，美国和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最多只能是弥补乌克兰军队面对俄军的装甲劣势，而一旦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战斗机，将直接威胁到俄军在制空权方面的优势。这样一来，俄军如果地面进攻受阻，制空权又受到了威胁，最重要的是，俄军如果遭到西方战斗机的轰炸，真的被打急眼了，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基于此，在面对泽连斯基的请求时，拜登拒绝了，亲口对泽连斯基说了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拜登都带头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法国为何要强出头，同美、英、德等国唱反调，当着乌克兰防长的面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没有任何禁忌呢？也许一切真如德国总理舒尔茨所言某些国家对援助乌克兰战机一事态度暧昧，很可能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动机，这当然是指法国了。不过法国要对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强硬态度反倒让乌克兰方面开始有些担心了，担心招致俄罗斯大动作。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近日表示，预测俄罗斯方面在未来2到3周内将有大动作，也就是经过升级后的军事行动。如果乌克兰官员所言属实俄罗斯方面真的要采取大动作，那可能就是想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坦克和战斗机到达战场前取得更多实际性优势，甚至不排除是想要一举结束这场旷日已久的冲突。所以可以说法国防长那一句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没有任何禁忌的狠话，可能会给乌克兰招来了大麻烦。只不过向西方讨要战斗机的是乌克兰，如今担心俄罗斯因此升级军事行动的也是乌克兰。而这自相矛盾的表态体现出基辅当局已经是忧心忡忡，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当中。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网友们关注并在留言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